赖院长来给我们一个精彩的演讲。那赖院长的题目有修过就跟我们学分手上拿到那 polysilicon based biosensor 它是 for clinical unmet needs 所以今天我们大概很荣幸赖院长百忙之中邀请他，所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赖院长。那掌声。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有点被设计陷害了因为一开始并不是说这样的场面，一开始好像是说希望邀一些这个占理市长公司邀一些做这个 FED 的人，然后聊一聊。我没想到怎么能聊成这个样子我是从长庚大学工学院来的，当然在这个之前，我可能要先感谢几个人。第一位就是周龙泉周老师，事实上我一开始做这个 Biosensor。是他真的是帮我非常非常的多的忙，我跟他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我只是说学生老师，但是我一直都称呼他为老师。那另外一位是蔡副所长，他也给我很多的指导，当然还有很多的前辈在这里不过我想特别想提这2位在研究上面。那今天的报告里面很特别，有1/3是我们协会的这个理事这个华木仪。华老师的内容在我前1/3，所以等一下学生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不是找人代答其实我是帮他代答所以有一些可以等一下有一些的讨论。那这是我今天的报告的部分，因为我一开始接到的指令是要谈跟这个 biotransistor 比较相关的，所以我一开始会先介绍我们目前在用半导体的技术用在 bio 上面的一些结合有2张投影片。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在 technology 的部分，包括电晶体怎么制造，还有我们的感测薄膜，以及表面怎么做一些关能functionalization， 以及最重要的是整个制程的整合。那开头我们实际上是有谈到说，整个今天的目的是在这个电晶体的上面，但我其实后面的2/3很希望能够 focus 在这个所谓的 Unmet need 这个词，事实上是我们在 Arizona 的时候，杨玉雪老师他在我前面给 talk， 然后觉得是我们做了很多这件事情呢，应该要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后来回来了之后，就稍微改了一下我的题目，最后会给一个结论这是我们长庚的校园很优美我是交大毕业的，但是我还是得说长庚。其实也是很漂亮这是长庚的位置。那这个是我给的第一张投影片，那我会 focus 在这个 clinical application。我想这个，因为我是第一个上台的，人家说笨鸟要先飞啦，所以是因为这样，所以把我排第1棒。那第1棒的话，我就要稍微有几张图给大家看一下。这是 home care。实际上我在想说，一开始理事长有介绍说，到底现在或是未来同学们我其实很多的学生也做生意的题目，但很不幸的，真的都进到园区做半导体产业，真的很可惜。那为什么我想 focus 在这个 clinical application？ 等一下我会讲。我一开始我也收到指令，一定要针对这个电晶体的部分，我用2张投影片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这是一颗电晶体。那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 interface 是由液体跟固体的界面。那这个界面呢，就形成，等一下我会有另外一张图。这个跟我们原来的电晶体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这个位置。那第一代 CMOS 跟 sensor 的结合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固体跟液体界面这个 reaction 的产生。我记得我2001年到 UC Berkeley visiting research 的时候，我向着这个我的 host 的 advisor 就是钱明户，他希望我做 FinFET， 我跟他 propose 说，我可不可以做 ISFET？ 他说他对 ISFET 没有兴趣，他只想做 FinFET。现在 NDL 都在做 FinFET。不过2001年那时候就是因为周文全周老师的关系，所以我认识了这个 ISFET。那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所以我们事实上蛮 focus 在这个制程的开发的部分。这个
其他的部分都一样，但我觉得其实蛮关键的是这个参考电机 always 是我们永远的痛啊，在做这个题目。那有机会也许后面的座谈可以谈到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可以自己4寸的晶圆，然后做封装，切成一个 kit 可以做一些的prototyping demonstration。那这是第2章，这章讲完了之后就没有太多的介绍，就是有关于我们液体跟固体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不管我们表面怎么修饰，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些的这个 chemical bonding 在那里。那这个 bonding 呢，形成无论是 chemical bond 或是这个所谓的 double layer， 这一些 charge 它就会形成一个 potential。那这个电位事实上对于我们电呢是会非常非常 sensitive。无论是这个正电或是负电，它都会影响我们在电性的量测上面，因为我们电晶体量的是电的特性，所以这个 potential 是 depend on 这个 concentration， 你的 target 会内建一个 potential，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它最重要的机制。那我今天会介绍3个平台，都跟这个 potential 很有关系。所以接下来我要再用2张投影片介绍我们目前比较我觉得对我们的 lab 来讲，或是对长庚大学工学院生物感测这个 team 最主要的几个 milestone。第一个就是我们建了一个可以自己 fabricate transistor 一个制程。第一个博士班的学生非常的辛苦，他把这个制程建立起来。第2个部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去年我具的这个专利对我们来讲也蛮重要的，就是原来我们在做这个 service functionalization 呢，都是用 wet process， 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个用 plasma， 也就是用 dry 的方式，不需要把这个 wet chemical， 直接用气体，它电浆形成电浆之后呢，在表面形成这个 amino group。那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经过1个月之后再去测，它都还有非常非常好的 stability。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在量产的技术上面提供一些的贡献。那第3个部分是我们尝试的去做一些的整合。那这个整合呢是包括这个是在我们把它整合在像 glucose、urea、creatinine 这一些呢，尝试的把它整合在一个 chip 上面，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突破。那最后一个呢是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是我们开发的一个技术是所谓的 low damage，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用电浆的方式在做这个表面的官能基的形成，所以既然它是电浆，就会有一些的 damage。电浆它因为比较 active。reactive， 所以它跟表面会产生一些 chemical reaction。那也因为这样，它也比较容易在我们表面产生一些我们不想要的 damage， 特别是所谓的这个UV 的 photon。因为形成电浆的时候会有这个 UV 的 photon， 它是一个高能的 particle， 会对我的 sensing membrane 产生一些 damage， 所以我们开发一个简单的技术，怎么把这个离子还有 UV 把它挡在外面。我们只希望我们要的这个 plasma 的部分会跟表面产生一些的反应。我想这个全部都是半导体的技术因为我自己是我非常纯种的交大人，我完全没有其他的血缘，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失败。因为听说表现好的人都是身上有很多的基因才会表现得很好，那我这个没有经过改良那这是我讲的第二章，是我们 current achievement， 是把这个表面用电浆的方式去做改制之后呢，用在 KRAS。那我们是拿真的病人的简体，那这个 KRAS 是一个跟肝癌相关的一个遗传性疾病的一个序列。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测 KRAS 的 mutation。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因为张先章理事长跟我讲过，他说你做的，他这样跟我讲，我觉得他很残忍。
不过也是因为他很才能，所以才能成长。他跟我讲说，其实我一直说我做 Biosensor， 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有一次关起门来，他还好不是大庭广众，他跟我讲，他说你做的一点都跟 Bio 不相关。这句话其实蛮伤人，但也只有他敢讲啊。我觉得我很多熟的朋友都没有人敢讲得这么实际。他说你们的东西是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能称 Bio。那这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milestone， 是直接测病人的简体的部分。那接下来的部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的跟石墨烯 graphene 相关的电晶体，这个也是一样是电晶体，因为我们讲我定的 title 是 polysilicon 哈，那其实应该再广一点，就是有关半导体的材料，我们也用了电晶体的方式。那这个是我要讲的 Part 1的部分是 polysilicon nanowire， 那这部分我是要 cite reference 杨玉雄杨教授，因为第一次我听到他的演讲的时候，实际上我有一点点怀疑。我觉得这个我是做半导体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这个东西到底做得好不好。一直到我们华木仪老师也把这个东做出来之后，我就完全被征服。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以完全 demo 在 wafer level， 这个非常重要。它不是一个 hybrid， 不是 A 做好了 B 做好了都在一起，这是完全 integrate 在这个 wafer level 上面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milestone， 我特别把它提出来。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是有分3块在应用上。第一个是在 cancer， 那 cancer 这里也提2个，一个是这个子宫颈癌，一个是这个膀胱癌。然后呢，第2个部分是在 kidney， 我们事实上我为什么说是一个 clinical unmet need， 是因为医生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些的需求。那我想第1个部分我比较有involve的，事实上是在膀胱癌这个部分，因为医生告诉我们，他们觉得尿是很好的简体，可是尿是比较一般人来讲简体它比较脏一点，因为血液是比较 stable， 但是尿是跟整个代谢的最终端的部分，所以等一下第1个部分也会提到跟尿有一点点相关。那第2个部分呢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肾脏科的医师告诉我们说，他们长庚医院是原来全世界洗肾最大的中心。我想马基应该承认长庚这部分是最大的。不过他说这个 number 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是因为我们用药 abuse 就是太泛滥，所以洗肾非常严重，而且洗肾的病人最 suffer 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很容易感染。那这个感染呢，就跟他那个 catheter 有关，就是他那个有一个导管，所以这个部分我会针对怎么样去做这个所谓的肾毒性的一些研究。那因为我们用了很多的纳米的技术，所以就是想把 neurotoxicity 做一些的连结。那肾脏科事实上肾脏的毒物科那里，他们也希望在前一阵子因为食安的问题，其实都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只知道对身体有害，但不知道到底怎样的标准呢才是真的有害，或者说希望提供一些比较科学的证据。这个是第2个部分 unmet need 的部分。那第3个部分我刚刚讲到导管细菌感染的部分呢，是我要提到第3部分，但是我会时间为主，因为一开始我们 George 老师说，因为我看他是最好的主持人我要跟他稍微贴近一点。我常说我是很好的主持人，我没想到我今天碰到对手时间上面是我会能不能提醒我最后还有10分钟的时候提醒我。我原则上我是留5分钟，这样够吗？可以哈。这个部分是我想以医院的系统来看，我们当然在做一个癌症的诊疗的时候呢，除了肿瘤科，还有这个用很多的医学的影像放射科，到最后呢，就是我们在座的病理科的医师。听说病理科的医师是医生中的医生最后是由他们来做最后的这个 judgment。所以这里有很多种的方式可以做
不管是从影像切片，或是内视镜，或是这个血液，或是这个骨髓用这个骨髓的从骨髓的萃取液等等这一些，事实上都是很重要，或是说像抹片，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检体或是诊断癌症呢很重要的一些凭借。这些我就把它跳过去，或是 sensor。那我们选择这个平台是用电晶体的平台的原因，是因为刚刚有说过，如果我们在这里形成的一些这个 potential 是跟你的 target 有关的时候，下面这里是我们电流导通的方向。在电流在这个地方导通的时候，会受到这上面电位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会在不同的浓度情况底下得到一些不同的电流。那这些电流最后我们希望跟浓度做一个关系的时候，就可以应用在 sensor 的领域上面。那这边所选择的一个 marker， 事实上这也是医生他们提供的。这个 marker 事实上在很多的疾病上面都蛮重要，它是一个内皮的这应该是算什么？算是血管那这个是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那它基本上是这样，在癌症事上它很需要一些的养分。那这个部分呢，如果在有癌细胞的情况底下，它事实上本来应该有免疫系统的部分，却会被攻击，就没有办法在那里抑制这个细胞的生长。所以这一些增生的表皮细胞、血管的内皮细胞呢，它的这个生长就跟癌细胞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从医生那边得到的这个 initiate 这样的一个研究非常感谢 NDL， 虽然我在 NDL 待过不过我们那个年代是还没有这样的技术。NDL 提供这个 polysilicon nanowire， 那也一样提供给杨教授，提供给我们常任的黄木仪教授。在这个部分呢，那黄木仪老师事实上做了最大的贡献是在下一页这个部分都是 well established， 它就是一个电晶体。可是电晶体跟 bio 的 interface 是非常非常关键。怎么样得到一个好的 interface？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在做一些癌症的治疗上面呢，用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Avastin。那这个 Avastin 它呢是一个单株的抗体，所以如果把它接在，因为反过来，它本来是跟癌细胞可以有很好的药物，都常常用到这个部分，所以把它反过来，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呢？做一些早期的一些的侦测呢？所以就把 Avastin 当作是一个 marker 的方式，回过头来用在这个是一个磁珠，在磁珠的好处是可以让那个表面大量的面积去这个间接这个 Avastin 的部分。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间接之后，我想我很快就带进来看一些的结果。这有很好的结果，因为这样的一个线性感测度是非常非常的好。等一下我们会有直接在病人简体上面的一些的结果。但我想华老师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在 real time 的 detection 呢，试过很多次以后发现都不准。不准不是说它没有办法用，而是它的 fluctuation 很大，或是说它的在线性碰到很大的挑战。后来发现是跟在 serum 里面呢有许多这一些的免疫球蛋白之类，或是像维他命 C 或是这个尿酸等等的，像那 IgG、IgM、glucose 等等这一些，在 serum 里面还是会有，所以当然这个部分是华老师自己的 know how， 他怎么去把这一些做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去除的方式，所以才可以到最后做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linear range。这是在临床上面很有意义的一个 range。我想做 sensor， 我们希望最后还是能够在临床上应用它可以这个把 VGF 可以做到这样的 range， 而且是 real time， 很快及时的侦测，而且有一个 high sensitivity。
那我们说的 high sensitivity 事实上是针对临床的简体来第1期、第2期跟第3到第4期的这个癌症呢，它的 concentration 在这个 range， 所以这里呢可以看到 stage 1、stage 2跟3和4有很好的非常 consistent， 而且事实上我们在长庚做的时候都常常会被医生挑战，因为基本上它这个 ELISA 的结果，我们一定要跟 ELISA 做一个 comparative， 所以这个地方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我想这个对长庚的团队来讲，我们很期盼是 ICT 的产业能够连接之后，我们能够有一个 prototype portable 非常非常快速的检测的平台，希望越早越好啊！有在座的这个前辈专家还有同学们继续，不要说这个前仆后继啊，希望大家能够后浪推前浪。那这除了除了这个子宫颈癌之外呢，卵巢癌事实上在做了治疗之后，也试着去看追踪病人的复发的状况。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实际上在这个病人简体上面也用在这个长期的监控，从1月他做了一些治疗之后呢，追踪到7月8号这个半年的时间做长期的追踪，这个有很好的贡献。那第二个癌症是跟这个膀胱癌比较相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点重点就好。这个研究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做 sensor 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它的表面。刚刚讲到一个很关键的是，用磁珠让它有很大量的这个 marker 或是 antibody 接在它的表面，但是你接上去之后，它还有空间让它接进去。这个部分是，当我们在边边做一些修饰，原来是要去接不管是抗体或抗原，但是当这个接上去之后，它不见得有足够的空间让它接进来，所以如果我们去修饰一些间接呢，让它变得拉长一点，它就有手背伸得比较远，有比较大的空间去做一些间接，这是这个研究比较大的贡献。所以这是用这个石墨烯的材料，直接测的一个 target 呢是 apoprotein A2， 那实际上我是做了 apoprotein A1， 那华老师做了 apoprotein A2， 一样，这个得到一些很好的结果跟 ELISA 我们实际上都可以做非常好的这个consistent 的一些的结果。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这个是在病人的简体上面直接做，如果是在 polysilicon narrow wire fat 上面得到的结果，正常的人跟病人简体呢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的应用是在 neurotoxicity， 因为这个肾它里面的有一个最小的 unit， 那这个 nephron 它是由很多这个 tube 所构成。那这个 tube 的最表皮的细胞就是 epithelial cell， 这个 cell 非常 sensitive， 对于特别是我们它的环境里面它非常 sensitive， 所以毒物科希望我们开发一个平台，能够做一些毒物的检测。那这个毒物检测的平台一样，我们选择的是跟半导体比较相关，因为半导体它对电有反应之外，它也对光有反应。那这个光的反应跟刚刚有一点不太同的地方是，这个光形成的这个是一个光电流，但是一样的地方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简体的位置，它一样在表面形成一些间接之后会内进一个电场，这个电场就会影响底下的光电流。我直接看一些我们实际做出来的结果好。那这个是在学生要去养细胞，非常的辛苦，因为对一个学电的学生，他自己要去养细胞在0小时、24小时到48小时，我们养好了之后才开始投药进去，或是放一些有一些奈米毒性的放进来之后，得到它的电性会有很明显的下降这在48个小时
开始投药，这个就是肾的这个前端这个表皮的细胞。然后我们针对几个东西材料去做一些测试，这个我就把它跳过去。这是半导体的制造技术，我直接看一个结果就好了。这个是后来我们去试这个是一般癌在治疗。像那个刚刚讲的卵巢癌，其中也常常用的一些的 chemo 的药物，去看它对于这个表皮细胞的一些影响。那我们也选了 TiO2， 因为这个是大量广泛被使用的一些纳米材料。那我们做出来的结果的确非常 sensitive，因为原来的这个 kit， 我们也跟原来的 kit 做一些的比较。这个是从我们养的细胞48小时之后。在48小时开始投药，投药之后的8小时，然后监控从16小时到48个小时，我们可以这个比较密集的去监测。那原来呢，在这个所有的所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是我们监控的一些的结果。最后这就1分钟就好最后一个呢是有关于我们在做这个洗肾病人。有2类一类是用腹膜透析在洗肾，一类是用血液透析。那血液透析当然又更末端了那我们针对腹膜透析的这一些的病人，做一些的 study。如果他的刚刚讲到的，他这个导管进来非常的辛苦，一感染的话呢，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主要是去侦测两个菌这个是 Staphylococcus。有这2种是最主要会感染的细菌。那这2个菌事实上都有一个共通点，它要形成菌之前，一定需要有一个养分。这个养分就是我们称作是 biofilm。那我们针对那个 biofilm 最主要的一个 marker， 我们是去测这个所谓的 biofilm。对不起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平台。这是一样是电晶体，只是它是一个延伸式的电晶体。我们把电晶体在这边延伸出来，在这个地方做 sensor。那电晶体的表面上面需要做一些的修饰。那这个修饰呢，主要是我们知道细菌要生成一定要有这个 biofilm， 所以我们其实去测的是这个 biofilm 的部分，跟未来等一下看到的 DNA 的一些的序列所以这个是我们一样。是PCR 的 product 有一些的 target， 然后去看它的表面的一些的结果。我是直接看最后的结果这个是我们测出来事实上在这个导管上面，如果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 early warning 提供给这些病人的话，他们可以预防他们在感染之后一些病程上面的进展。这个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还在表面做一些纳米基因的修饰，提供一些的表面积增大表面积。最后我要感谢一下几个人特别在座的花木仪老师，还有日本的桑高教授李连忠，在这个阿布杜拉国王阿布杜拉大学，还有医生田雅中田医师，还有另外一个同事杨家明杨教授，还有在波兰的多罗塔教授，还有博士班的学生 Agnes。好，谢谢大家，谢谢。